这个就是我家的阁楼，上面的保暖层都已经做完了。今天朵爸要讲的是，在买房子前如何看阁楼，如何避坑，如何选择。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地下室能看到很多隐含的问题，这部分说完了，现在说说其他层，就是能居住这部分层。看一下所有的这个房子的窗户，像这种塑钢窗的可以，要3层玻璃的那就更好了。铝合金的窗户也可以，木头窗户就不好了，它隔温呐，各方面质量都不行，时间长它也坏，你早晚得换。还有，来往地上照，看我家这个地面，我家地面是水泥浇筑的，这样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比较放心的。在欧洲国家，他们老式的盖房子这个技术是没有水泥地面了，他们是用木头搭的，就是木头搭梁，横柱搭梁搭出格来，然后直接上边扣板子。这是英语国家都愿意用这种方式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这板子先不扣，把这个横梁竖梁搭出这格里边，塞上保温棉呐，各种保温的东西，然后上下咔一扣，就变成正常地面了。那欧洲这边古代还有什么老房子啊？你揭开这板子之后，发现横竖梁之间贴的是稻草和黄泥，然后再原先再古老一些，就是横竖梁上面扣板，中间是空的。这些对于我来说，我是有点信不着。你但凡有点潮气、有点湿啊等等，里边长期木头只要有水潮了、长蘑菇了、发霉了，这木头坏得很快，我就有点信不着。但其实木质它有它的优点，因为它架构比较松散，它抗震能力强。但是谁也不是说家天天地震，预防那个干嘛？还是水泥的这种，我是比较信任的，结实。反正如果大家要是将来买那种木质的这种楼层的隔板的，你要考虑好将来怎么防水。之前我看房就有一家，他家那个地面那有那么1-2根梁断了，他家厕所是往下凹陷的，地面瓷砖都裂了，说这块地上有2根梁是断了，就那样也没卖给我们。然后地面说完了，咱再说说这个阁楼的重点。来看这儿，看这个木头梁。阁楼最重要的木头梁，你检查所有这些木头梁是不是有发霉变质、长蘑菇的，哪怕长了一小根蘑菇，你这个木头就已经不行了。或者是有一点发霉变质，你看这个有部分区域甚至是没有蘑菇，但是颜色特别深，比旁边木头，那这一小块区域可能曾经漏过水。你检查所有这些木头梁，你看我这个房子这块，我这房子这块有些白色的，像这种有些白色的，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发霉了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它之前往糊水泥往上蹭上的，这就没事了。如果说纯木头这种加过这种房子啊，就这种木头，在德国300年、500年的房子还有呢，木头还是一样，该怎么新怎么新。所以这东西，木头房子好不好，挺时间长不长还可以，但如果说真有问题的时候，它也真有问题。那这东西是你要注意的。还有这房子在这边买房子，很多这个房顶看这块外边直接就是从这个屋里往外能看这瓦片了，能看到亮，一片一片的瓦片。那种东西，那种房子，相对你这阁楼就是没有做保温，没有做处理，你将来就是有多少热都是能直接散出去的。这种东西它也有它的好处，就是你这屋子里有潮气，很快就出去了，你这个保护你这木头啊，保护你这房子。那缺点就是你这房子不保温，有点热气它直接就出去了。但是这个房肯定是不能住人，就是放杂物了。对。那如果要是说你看不着外边这块都是封死的，那你就得知道你这个保温防水是在这个梁，看这木头梁是在外边做的，还是就在这个侧面啊，相当这叫中间保温，还是在下边像我这样，在这房梁下边这方向，看我这个屋。我这做是下保温，它是怎么做的？还要检查这个房子啊，所有保温的地方是不是用到一种材料叫石棉的东西？如果见到石棉了，这房子你就最好是别用，要么你就把它永久的封存起来，不去动它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里边有一块，带大家看一下，看这里边黄的这东西没？这就是保温棉，
这东西很有可能是石棉。如果这个房子是在90年以前那阵盖的话，如果你在房子里边见到这种材料，你要注意了，这都没准儿的。看一下里边，很埋汰是吧？这里边我也没进去过，但是暂时看上去还可以，一个房子内部你要注意的东西也就这些点，然后总之一点，主体框架别有问题，其他的有些小问题你将来都能修。如果主体框架有问题，赶紧放弃，因为你要往里添的东西特别多不说，而且可能血本无归。今天就介绍的这些，接下来再出几期告诉大家在别的方面再看如何看这房子，比如说社会环境啊，还有手续啊，再告诉大家。我觉得朵爸说这些在欧洲买房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避坑点，对大家想要在欧洲买房的人是非常非常有用的。以前我们出过一期租房视频，受大家的好评啊。我们接下来要出一期关于买房视频，如何能买到房子，还有买房子种种一些事情，期待大家的观看。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